Hi, I'm OKJ, and in 2 months I'll be taking my Chinese O-level exam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Throughout this series, I've mentioned that a key motivation of mine was simply to understand my documentary subjects better, particularly those who wish to tell me their stories in Mandarin. However, as this series progressed, I've started to understand a lot more about culture and history through that language. And so on that topic, I'm interviewing someone named Misha. She's someone who I first met during the Bukit Basok Tour Challenge, and we've connected ever since. And through our conversations, I've come to learn that her own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really blossomed only in her 30s. The catalyst for her was on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us for me was someone that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these 2 pages of my Sec 2 textbook. However, as I've soon come to learn, his philosophy and his influence on Singapore society dates back well over a century. 你现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南洋孔教会。那南洋孔教会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早期呢，我们一批商人，他们呢，其实都来到这里贡献自己。他们呢，除了把文化带来这里，他们还把自己的商业理念带到了这块土地。那这块新土地开展他们的新生命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把我们在中国呢传统的这些文化、教育、习俗带来这块土地。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呢能够为往圣继绝学。为往圣继绝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所有的先贤的这些学问、这些做人道理、处事的方式，就是基本上呢把它流传下来，把这些文化的脉络留给我们的子子孙孙，然后呢可以把这些都流传下来，就像我们的祖祖辈辈把这些都流传给我们一样。为万世开太平，为新加坡呢建设一个儒雅的社会。那在学这种生活道理的方面，全部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动力，可能自己的开始。你开始的是10年前，因为我今年30岁嘛，所以我今年开始的其实是很像你在看你10年前。那Okay, I'll use English for this, but we can still talk in Chinese after that. Okay, sure. I'm slower at learning Chinese. I don't have the natural skill sets, to be honest, in language. But I'm using my life experience from the past 30 years to accelerate that learning. Becaus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O levels and all that, the content isn't new. I've lived more of life. It's more like the language to understand it, to express it is different. Does that make sense from your point of view? 我觉得是对的。当你是小朋友的时候，或者是你青少年的时候，你学习可能你从老师、从课本上学习，从朋友学习比较多。可是当你30而立了，你30岁，你有社会资源，你有你工作经历，你有你的历练，这些都是你的资源。你可能之前失去了一些机会，并不代表说你现在就不能把握机会。你知道孔子他就说他15志于学，什么意思？他15岁他就跟自己说，我这辈子就是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好好学习。可是他没有说他要学什么，他没有说我要学华语，我要学什么，没有，他只是告诉自己，我要学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有文化价值的。我今天如果说他学习音乐，他就觉得除了只是学习怎么去弹奏之外呢，其实呢，他可以从音乐当中呢去理解、去感受天地，通过音乐去感受天地对他的爱，对大家的爱，那也是一种学习。一个普通人就说，那我学就是玩那个乐器就够了，赚钱就可以了，对吧？会用就可以了，就像你说的，我会讲华语就可以了吗？不然这样其实很像就是新加坡可能前几年也是有这种在社会上有这种讨论嘛。如果不能赚钱的话，不要去学。这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到这个地步呢？因为你也是所说，其实刚开始孔子的这些教导都在学校里有丰富。扎根有扎根吧，为什么从那开始，我们现在有这个社会就讲，如果 not pragmatic, not practical, don't go and learn, don't waste your time 啊，为什么会到这样呢？现在的人越来越有功利主义了。你看从小我们一出世，爸爸妈妈就说你要学这个，你要学那个，什么都有。可是爸爸妈妈
忘了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小朋友。我换一下，可以啊。其实很大的程度是这样，我觉得那个源头很重要。这样子呢，你就会去理解说，哎，今天我们学一个语言，不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说我有的用我就学，没有的用我就不学，也不一定是这样，而且是完全不是这样。真正的这些发明家、科学家、史学家、历史学家、这些文学家，他们真正的精神是什么？其实完全不是为了功利主义，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他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比如说你工作，比如说我工作了10几20年，那你觉得你能学的也学了，你能发挥的也发挥了，那下一步是什么？我问自己，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只是为了赚钱吗？只是为了名誉地位吗？我告诉自己，那不是我的终极目标。那在这一点，其实也是刚好可以谈到下一个题目。你10年前的时候想找着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可是刚好你对华文文化不会陌生嘛？可是我可能有一些观众跟你相反，加简单耶，想真的了解华文所带的这些文化、这些教导，可是我们没有那个基本的能力，那么快去开始去进入那么深刻的这些题目。你有什么能建议我们的吗？多听多讲，勇敢一点，从日常生活去认识字，可能会更快。每一个字它有它的含义，可是每一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不过万法归宗，也就是说，不管你体验到的，我体验到的，他体验到的，其他人体验到的，到最后其实都回归到人。也就是说，我们人心目中、心里，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善良的种子。这个善良种子会推动你去学习，因为你希望自己会越来越好。你希望自己越来越好，你也希望别人越来越好。以后你有小朋友，你会很喜欢跟他们相处的，因为你看到在他们身上会看到什么是善良，对不对？以前我看到这个字就会问 What is this？这是什么？妈妈，这是什么？爸爸，这是什么？可是大了，我们反而排谁了？问了会不会人家笑我？或者懒惰去看了，懒惰去查一下书本，我们就有这种障碍了。小朋友没有的 ，What is this？ 每天 What is this？ 很忙的，他们的脑子一直都在想东西，他们很好奇。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刚出世，他第一个语言其实就是跟妈妈沟通，对吧？它就是一种很直接的一种心灵的沟通。那如果人和人最初的这种沟通是通过语言，通过交心，这个感受，语言的魅力其实就是这样。只要我说的你听得懂，然后我们彼此可以交流，那就是最有魅力的语言。所以你回到初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回到说，哎，我们是不是回到我们最早那个善良的种子？人，孔子说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回到初心啊！你说，哎呀，我看了几百次，我还是不认得这个字。就我忘了我的初心，其实就是我本来就是很好奇的啊，我本来就是那个 What is this 的小朋友嘛。其实不知道，又在学哦，没关系啊。那你说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华语？其实也不一定。不过我只能说，因为我们几千年来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些文献啊、记录啊，可以告诉我们古代的先贤他们是怎么做人的。所以你说你30岁回到哪个点？你可以回到30而立的点吧。你要立在哪里？可能不是立在学华语，学华语它只是一个工具。你可能立在你生命的其中一个点，你要去找这个点在哪里？这个点是什么？我找到了，我也希望你可以找到。